前情回顾，杜佳月无奈让苏静好去给叶芷言当丫鬟，叶芷言将嚣张的苏静好狠狠教训了一番，苏静好敢怒不敢言。深夜，顾慈燕跳进叶芷言的闺房，正巧救了尝试站起身却跌倒的叶芷言。叶芷言向他展示自己画的簪子图，询问他是否见过。顾慈燕竟然回答他见过。那么顾慈燕是在哪里见过这个簪子呢？大家好，柚子来了。这期视频苏静好听从杜氏母女的吩咐，将步摇藏在连翘的房里，被一直注意她的连翘发现。叶芷言同连翘好生计划着，且看叶芷言会如何陪他们演这出戏呢？在接着看之前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。顾慈燕一把甩开簪子图，在我母妃的寝宫。叶芷言惊讶，当真？他双手抓着顾慈燕，王爷，求您带我进宫。可惜，他忘了在他面前站着的是八王爷，而非一般人。顾慈燕将他甩开。叶芷言，你放肆！叶芷言这才清醒过来，一时激动竟忘记了顾慈燕是个心狠手辣的角色，还是得从长计议。刚才是我唐突了，王爷别生气。他不知从哪变出注射器，一脸慈祥，来，我教您怎么注射解毒剂。顾慈燕急忙转过身去。不必。叶芷言无语地看着他的背影，还真是喜怒不定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他开口说，王爷回见了。小姐。叶芷言看向房门的方向，连翘说道，是我。他进房后小心地关好门。大小姐，苏静好果然出手了，我装睡的时候发现他往我柜子里放了这个，手中捧着的是步摇。叶芷言将簪子拿起来查看，没记错的话，这步摇是杜佳月的。他开口，你没惊动苏静好吧？没有，我看他睡熟了才来的。小姐，怎么办呀？要不要现在把苏静好抓起来？叶芷言摇了摇头，还没到时候，你过来我给你说。他小声地对连翘吩咐。次日，叶家二小姐叶华清气势汹汹地带着下人找到叶芷言的院子，直接下命令，都给我搜，一定要人赃并获。连翘见状转头往屋里跑。大小姐您好厉害，夫人果然叫人来搜院了，不过带人来的是二小姐。叶芷言将梳子放下，叶芷言轻轻敲了下连翘的额头，让他稍微冷静些，待会儿可不能这么开心，不然计划就要泡汤了。连翘揉了揉眼睛，他的眼睛里顿时变得哭青青的。这样行吗？叶芷言点了下他的额头。鬼机灵，外头的下人将院子弄得乱七八糟。叶华清双手叉腰，我娘丢了东西，你们都给我搜仔细点，一个角落也不要放过。连翘伸出手挡在叶芷言面前，你们干什么？这可是我们大小姐的院子。众人直接无视他的话，下人大力的打开门，进入房内搜索。连翘慌乱地向叶芷言说，小姐你说句话啊，我们这儿怎么可能有夫人的东西？叶芷言依旧稳如泰山，咱们这儿干干净净，不怕他们查。一个下人跑出屋子，手里拿着步摇，大声喊，二小姐，奴婢在连翘那件提子的被窝里搜出了夫人的步摇。连翘面露惊恐，我没有偷东西。这下人一脸得意，从你被子里搜出来的，还敢抵赖？连翘看向叶芷言，小姐，你快帮我说说话啊！人赃俱获，你这个手脚不干净的贱蹄子，看我不！一个梳子狠狠扎在他脑门上，他吃痛着，哎呦喂！嬷嬷惨抖着身子，是哪个不要命的小杂种？主子还没开口说话，哪里来的狗叫声，吵得耳朵疼。众目睽睽，你还要包庇他不成？给我打死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叶芷言狠狠地拍了椅子，我看谁敢动！这贱人什么时候转性了，竟敢这样和我说话？你们愣着做什么？把连翘给我拖下去，打死完事！
但这些人都害怕如此气势十足的叶芷言，不敢上前。叶华清被气得浑身颤抖。你们，杜佳月带着脸色阴沉的武南后来了。闹什么闹？还有没有规矩了？叶华清一脸委屈。爹，你总算来了，不然女儿可要被欺负死了。步瑶在连翘房里找到的，可姐姐非要维护那个奴才，还对女儿百般折辱。武南后不高兴了。什么？府上绝容不得这样下作的东西。来人，给我乱棍打死！叶芷言急忙伸出手挡在连翘面前。父亲除了下令杀人，还会什么？连翘感动地看着叶芷言。小姐，杜佳月最厉害挑拨离间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和父亲说话？这可是不孝啊！武南后是更加生气了。母亲别急着给我扣不孝的帽子，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杀我的丫鬟，难道我还不能分辨一句？武南后愤怒地抓着步瑶。不分青红皂白，东西都在这儿了，你还要如何分辨？那父亲仔细看看，这是不是母亲丢的那只步摇？当然是。叶芷言，人赃并获，今天你说什么都没用。叶芷言唇角微微勾起。既然如此，他指了在一旁看戏的苏静好，你去端水来。苏静好急忙转过身。是。杜佳月搞不清楚他想要做什么，警告他。叶芷言，今日我和你父亲都在，你休想耍花招。叶芷言讽刺地说。母亲，到底是谁耍花招？还说不定呢。苏静好捧着水过来。武南后忍不住地开口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父亲，你把步摇放在水里试试。杜佳月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出口阻止。老爷你别听他的，还是把贼人处置了为好。武南后不为所动，将步摇放入水中。步摇竟然在书中融化了，众人纷纷惊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连翘扑通跪下，眼泪不禁流了下来。老爷，大小姐生辰将至，可小姐连朵像样的绢花都没有，奴婢不忍大小姐这么凄苦，就照着夫人的步摇用泥捏了一个。叶芷言有些心疼的叫了声连翘。连翘突然激动地说，老爷，您要替连翘做主，奴婢绝对没有偷过东西啊。叶芷言泪眼弯弯地握着连翘的手。好连翘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做这些事，都怪小姐没用，你才会被人欺负成这样。叶华清见局势有些不对，激动地指着他们，他骗人。他着急忙慌地抓着武南后衣角辩解，父亲，就算连翘说步摇是假的，可姐姐事先不知，她怎么就知道步摇会溶于水呢？叶芷言一脸惊讶，我一眼就看出这步摇材质不对，你们难道没发现？武南后假咳了一声，想要息事宁人。好了，既然是误会，被叶华清打断。可母亲的步摇真的丢了。父亲，我再搜一遍肯定能找出来。让苏静好藏的真步摇，现在变成假的，那真的肯定还在这里。那步摇是老爷送给我的心爱之物，若是没有，也能还言儿一个清白。武南后不再多说，要搜就赶紧搜，闹闹哄哄成什么样子？叶芷言大声阻止，不许搜，想搜就从我身上踏过去。这让叶华清更加笃定房里的簪子一定还在。姐姐拦着不许搜，难不成是做贼心虚？叶芷言看着他，如果什么都搜不出来呢？叶华清一脸嚣张，随你处置，自己要送上门，就别怪叶芷言给他挖坑了。若是搜不出来，你就当众向我磕头道歉。叶华清受不住激将法，立马就答应了。步摇是苏静好亲手放的，除非叶芷言有本事让东西凭空消失，否则一定还在。突然，柳姨娘来了。老爷您糊涂了，这是做什么？这样任由二小姐胡闹，会伤了芷言丫头的心啊。她举起手中的东西，老爷看这是什么？杜佳月和叶华清都惊呆了。什么？柳姨娘手中的竟是杜佳月的步摇？叶华清激动地说，这步摇明明在芷香居，怎么可能在你手里？叶芷言在身后开口道，二妹妹为何这么确定步摇一定在芷香居？难道这事儿跟你有关？叶华清这才惊觉自己似乎不打自招了。柳姨娘为什么会帮叶芷言呢？
他是敌还是友？期待下期夜华亲下跪道歉，哈哈！大家记得要给柚子留言和点赞，订阅柚子酱，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